下面讲解后片，编织方法与前片相同，也是分为身体、领肩和下摆3个区域。起针后，先往上编织身体与领肩，之后再调起针处编织下摆。领肩也需要领反编织，领口需要进行收针，方法与前片都一样，只是行数稍有不同。最后织完需要与前片合并收针，相当于把肩部进行了连接。完成后再调起针，另一侧编织下摆，最后解行时同样需要换色。织完后进行单螺纹收针。这里只有合并收针是新出现的方法，其他针法和方法前片都有演示和讲解过，则往下讲解一下合并收针。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参考图纸对应编织，请看演示。第一种是针与针连接，这种情况在都是线圈的状态下，比较常用的一种连接方法，就是通过合并收针将织片拼接起来，通常用于前后片的肩部拼接。2个织片都是线圈状态，我们将大平针这一面作为正面，合并收针一般在织片反面进行，也就是需要将拼接的2个织片正面相对。通常其中一个织片是不断线的，这根线无论在哪个织片上，将流线的这一侧放在右侧。一般合并收针时都是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也就是同时穿过2个织片的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浮针收针。2个织片的针数通常是相同的，一一对应编织并收针即可。如果其中一个织片针数较多，需要在较多的一侧边减针边收针。假设这一片针数较多，可以同时穿入2个线圈，后面继续穿入1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如果是后面这个织片针数较多，就同时穿入后面2个线圈，织下针进行收针。我这里2个织片针数相同，继续将它们收完。
线头打结藏一下即可。这个就是合并收针后的效果。此时后片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完成了前后片，往下进行连接，将前后片的反面对齐，然后从肩部往下留出袖洞的位置，这里留出的区域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试穿一下，选择比较合适的尺寸，然后用校扣或者线头在袖洞的下方标记。没有校扣时，也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标记，然后将身体下方区域进行缝合。这里采用行与行的缝合方法进行连接，则往下先讲解一下这种连接的方法，大家先学习，再根据实际情况操作。请看演示。下面学习行与行的连接。我们通常也是用无缝缝合的方法，缝合时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。我们可以先来认识一下织片。首先找到边缘第一针。边缘第一针通常会有4种情况。第一种是划针，也就是顺着纹理挑下不织，形成大辫子。第二种也是划针，只是划针编织时和下方纹理相反，形成这样的结。第三种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织下针，反面织上针，形成这样的小辫子。第四种也是每行都织，通常正面和反面都织下针，形成搓衣板针。第一针左侧就是第二针，例如这个织片，从这一面看，第二针是下针纹理；从另一面看，第二针就是上针纹理。无论第二针是下针纹理还是上针纹理，可以发现线圈都是正向的。这样倒着的线圈，下方的横线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这一面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倒着的线圈，这一根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边缘织搓衣板针也是一样，这个就是第二针。这一列就是第二针，正向线圈。这两针之间倒着的线圈，这样的一根线，就是两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
边缘是滑针，同样这两针之间也是有一根根横向度线。无论哪种，一根度线大致对应一行。缝合前，大家可以先将线头在反面藏几针，并打结固定。这里我就不藏了。无缝缝合就是每次交替在这两个织片上，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，进行缝合。每次挑1到2根，注意，如果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就可以一一对应缝合，也就是每次挑的度线数量都相同。都是从上一次的出针位置入针，来挑横向度线。这里我每次挑1根。缝几针后稍微拉紧即可。如果两个织片行数不同，但要将织片均匀地缝合在一起，可以在行数较多的一侧适当多挑，例如整体上每次都是挑1根线，行数较多的一侧可以在适当位置挑2根线。这两个织片行数相同，我继续缝完。这个就是行与行无缝缝合的方法。此时前后片身体区域的连接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袖子分为袖身和袖边。同样，先起针往上编织袖身部分，之后再挑起针编织袖边。这里袖身编织过程中，部分行需要进行加针，全部织完后进行扶针收针。袖边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则往下讲解一下袖身用到的2种新的加针针法，左加针和右加针，以及最后扶针收针的方法。大家可以先学习
之后再参考图纸进行编织，请看演示。下针又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针下针，这个就是加出的一针，然后继续穿入这一针的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这样下针又加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在一个辫子内织出了2个线圈。我再演示一次。先挑下方，辫子右侧一根线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个线圈，再织一个下针即可。下针左加针。通常情况，线圈下方是辫子，先挑这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，然后找到线圈下方第2个辫子，左针从左往右挑起这个辫子左侧一根线，然后织一个下针，左侧这一针就是加出的一针，这样下针左加针就织好了。边织下针边收针。一般织完大平针后，在正面可以用这种方法。这种情况收针时，先织2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收好了一针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左针挑起前一针，盖过后一针，这样就又收好了一针。我继续将它们收完，每次都是织下针进行收针。现在还剩1个线圈，拉大线圈，然后预留线头断线，线头长度根据织物的具体情况而定。通常只要预留10厘米左右即可。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，
这个就是边织下针边收针的方法。无论哪种收针方法，结尾固定线头的方法都可以参考这里的演示，并且全部完成后，如果不是特定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这样的短线头可以在反面顺着织物的纹理收一下。尽量不要影响正面纹理。收线头时，可以将整个线头全部收完。此时袖子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完成了袖子，往下进行连接与安装。先将绣片的左右按照行与行连接的方法进行连接，之后再将绣身收针处与前后片绣洞位置进行安装。这里安装时，先将之前连接的位置与身体连接位置对应，袖身居中与肩部对应，然后按照针与行的连接方法，分别调两侧进行连接。往下演示一下针与行的连接，大家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如果针是收针状态，需要与行缝合。针这一侧就挑8字，行这一侧就挑横向度线。并且如果行数多于针数，就根据情况在适当位置同时挑2根横向度线。如果不需要缝出来辫子效果，就将线拉紧即可。此时袖子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讲解衣领，沿着前后片领窝挑针，然后绕圈进行编织。这里织完后进行单螺纹收针，收针完成可以留长线头，挑首尾豁口，缝2针再藏线。花样处用到的针法以及最后的收针方法，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则往下我提供一个领口挑针的方法供大家参考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编织，请看演示。先挑织第1圈，我用这个小样演示。我们从后片开始挑针，可以发现后片一般分为3段，2个侧边以及中间部分。挑之前可以先根据图纸上的要求，将后片总的挑针数分配到这3段。通常中间都是一一对应挑针，剩下的针数均匀分到2个侧边即可。
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后片挑21针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，这11针通常就是中间扶针收针的针数，剩下的在2个侧边分别均匀挑5针即可。挑针的这一圈全部织下针，对于这样的侧边，就是挑边缘的几根线，注意要大致均匀。这里我用不同颜色的线演示，方便观看。侧边挑好后，中间一一对应挑11针。完成后，这个侧边继续均匀挑5针。完成后，到了前片位置，将前片总的挑针数同样分配到这3段。例如，我总共要在这个前片挑39针，中间这里我收了7针，因此两边各挑16针，大致均匀分配即可。全部挑好后，核对针数，然后将它们均匀分配到3根棒针上。这样，第一圈挑针就讲完了。此时衣领的编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装饰，由抽绳、花朵和叶子组成。先制作并安装抽绳，然后分别制作花朵和叶子并进行安装。首先讲解抽绳，采用挂线钩锁针的方法，这里需要使用2根线合并成1根线进行钩织。先参考图纸钩织到对应的长度，之后再安装。则往下演示一下挂线钩锁针的方法。注意，教程主要演示方法，实际要使用对应颜色的2根线
合并进行钩织。请看演示。下面演示挂线钩织锁针的方法。前方留出所需细绳长度3倍左右的线头，左手挂线，留出的线头在下方，先打一个结，然后将流线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钩针绕线，将线从挂的线和线圈中勾出。第一针完成，将下方线头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继续钩织，钩针绕线，将线勾出，重复挂线钩织。到达需要的长度后，留线断线。如果需要缝合，线头留长一点。这种方法也可以编织出双色的细绳。左手同时挂2根线，分别为线1和线2，钩针逆时针绕一圈，然后钩针绕左手挂线中的其中一根钩出，拉紧起针的结，整理一下线头，左手挂线1，将线2从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开始钩锁针。需要的长度完成后断线。这就是双色细绳的钩织方法。钩织完成后，往下进行安装。先讲解前片抽绳的安装。找到前片右下方，从边缘往里的第3个花样位置，从洞眼比较大的这一行往上开始穿，沿着上方花样的洞眼一进一出穿抽绳，一直到上方相同花样的位置，再从旁边洞眼按照同样的方法穿到下方起始洞眼旁边的位置。往下我在旁边演示一下方法，我小样这里颜色随意。沿着中心竖向辫子的旁边洞眼穿绳子，
这里抽绳的安装高度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然后在旁边动眼位置按照同样的方法穿到下方，起始动眼的旁边位置，然后将抽绳抽拉，上方织物形成皱缩的状态就可以。这就是前片抽绳的安装方法。接着讲解袖子的抽绳，沿着花样下方这一圈比较大的洞眼，实际就是编织挂针和并针的一圈，一进一出穿抽绳，首尾洞眼放于袖子的正上方。如果洞眼不对应，可以根据情况调整，只要保证进出的位置在上方2个洞眼即可。最后抽拉抽绳，然后首尾长度调节到相同，系一个蝴蝶结。这样袖子的抽绳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讲解花朵，先进行钩织。首先进行锁针起针，左手挂线，右手持针，用针打一个结，接着钩织5针锁针，完成后挑第一个锁针的辫子，挑外侧的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微拉紧。此时起针就完成了，开始钩第一圈。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这里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。接着调起针的中心大洞，钩织12针短针，边钩边注意藏起针的线头。1针2针3针到后面钩不下时，可以将钩好的部分往前移，继续钩织。完成后，找第一个短针的位置，也就是此时左侧的第2个辫子位置，挑这个辫子入针，钩一针引拔针，背引拉紧。下一圈需要换色，进行断线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，断线。
拉紧，线头藏到背面。大家可以多缠几针，起针剩余的线头剪掉。此时第一圈就完成了，接着钩第二圈，在上一圈起始短针的位置，也就是有个结的这里，挑针目，也就是这样辫子的形状，进行接线，打一个活结，套到钩针上，钩出，稍作调整。此时完成接线，往下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同一个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钩3针锁针过渡，接着往左跳过一针短针，挑下一个短针的针目，钩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过渡，继续跳过一针，钩一针短针，3针锁针，往后分别跳过一针，交替钩短针和3针锁针。最后跳过一针，到了开始的短针位置，挑针目，钩一针引拔针，稍拉紧。下一圈仍然使用这个颜色，这里不断线。此时第二圈就完成了，往下钩第3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往左调锁针大洞，钩一针短针，钩的过程中将上一圈的接线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边钩边藏进去。往下继续在同一个洞眼钩织一针中长针，三针长针，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再钩一针中长针和一针短针。我将这个洞眼钩织的针法看作一个花瓣，往下继续往左调锁针洞眼钩花瓣，分别钩一针短针，一针中长针，三针长针。
一针中长针和一针短针，后面继续钩花瓣。钩完最后一个花瓣，往下，在开始短针的位置挑针目拧拔，拉紧，最后断线并预留长线头，钩一针锁针固定，然后留出20厘米左右的线，断线，将线拉出，拉紧。此时一个花朵就钩织好了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将对应数量和对应颜色的花朵钩织完成。完成了钩织，往下进行安装。先讲解一下区域。这里在前片抽绳皱缩的这个区域上方，前片左上方靠衣领的位置，以及2个袖子抽绳首尾的位置分别安装。这里只有袖子抽绳首尾是安装一个花朵，其余2个区域数量和位置随意，可参考成品效果，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往下我演示一下安装方法。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位置随意，将预留的线穿入缝针，然后挑花朵背面，挑第2圈短针的位置，与织物大致对应缝合。这里入针位置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最后将线在背面打几个结固定。然后将线藏到花朵里面。剩余的线剪掉即可，这样一个花朵就安装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花朵安装到对应位置即可。此时花朵部分就讲解完了。最后制作叶子，同样先钩织。首先锁针起针，钩织7针锁针，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从此时右往左数的第2个锁针位置开始，挑这个锁针辫子的上方一根线，
钩一针引拔针。这里不需要拉紧，然后继续挑后面锁针辫子的上方一根线，一对应，钩一针短针，一针中长针，一针长针，一针中长针，一针短针，一针引拔针，不需要拉紧。最后预留长线头断线。此时叶子就钩织好了，起针的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，也就是针法纹理相对模糊的这一面。长线头预留后面用于缝合。往下进行安装，这里在前片花朵位置随意分布即可。同样数量和位置可以参考成品，也可以根据喜好调整。安装时就挑叶子结束一端以及背面部分位置，大致对应缝合就可以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且美观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叶子部分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